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进入动物实验，我们要把一个国产的全磁悬浮人工心脏放入受试动物的体内，为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测试机器的性能，以及最优的手术方案，还有术后抗凝药的用量等等。我相信你们也都知道，动物实验是进入临床实验必不可少的步骤之一。可是动物实验不像临床实验那么容易，对于我们来说，肯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给人做手术，我们很在行，但是给动物做手术，我们就没有那么在行了。所以还要仰仗咱们动物实验中心的各位医护人员，你们是这方面的专家。哎呀，受试的是绵羊1号啊，体重65公斤，接近于人的体重啊。这个羊吧，不好做体外循环，术中可能会出血。羊容易失颤，术中可能会引起心脏骤停。哎呀，羊术后啊，爱长血栓，血液高凝。哎呀，还有就是这个羊不会卡痰，一旦拔气管插管，很有可能因为一口痰没上来卡死。有好消息吗？这个好消息就是我们会全力协助您做好这台手术的唐主任，请放心。那好吧，我们就开始手术。第一步是抓羊。妈，独身主义这件事情，我不想再跟你解释了。我知道自己该怎么生活，我不想再相亲了。王大姨介绍那个靠谱吗？那就是个酒托，他太能忽悠了。像我这种滴酒不沾的人，都让我开了一瓶3000多的酒，还是假酒。行了，一把年纪了还轮着你挑，早干什么去了？是个女的就行。老婆，接病人。哎，儿子啊，廖小波，接病人喽！妈，你听着了吧？我真的是有事儿，我不跟你说了啊。一有人结婚生孩子，他就出来作妖。他现在连酒托都不嫌弃，还说要拿着我的生辰八字要到公园去摆摊相亲。哎，不是说不提这个事儿了吗？我忍不了了，跟你吐吐槽。你说一个人不结婚会死啊？安安静静的生活不好吗？作为你的领导，我现在必须得帮你想个办法。我的领导？怎么了？主任带着人去动物实验中心了，周达盯着 ICU。我作为重病组的2把手，难道还不是你的领导吗？行，你说吧。你把这酒托，给他娶喽。什么？你想，酒托挣的比你多，又是个女的，符合你妈妈的要求，这简直是千载难逢，哪儿找着好机会去呀，兄弟？不是秦大忠，你信不信我给你这利多卡因？钱守义，哎呀，秦主任来了啊！我跟廖主任来看看你，感觉怎么样？我没什么感觉。我跟你说，我要不是查出冠脉堵塞呀，我根本就不来你们医院。前降肢跟后降肢从体检报告上来看问题都不大，没那么严重啊，可能不用做开胸了。到时候呀，给你做个介入，放个支架就差不多了。哎呦，太好了，大夫！我跟你说，我就怕上手术台。这个什么介入是吧？就是这血管里走根线似的。没那么简单，意思差不多吧。不一定啊，得做血管造影才能知道是介入还是开胸。回头开个造影单吧。不过今天可能做不了了，怎么也得明天了，啊。好，那正好，今天啊，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得去办啊，我出去一趟。哎，那可不行啊！这住院怎么能随便出去啊？尤其是你这种冠脉的问题。对啊，回头你要心梗了，谁负责呀？我们可负不起责任啊。那不行啊！我跟你说，今儿是瑞安的决赛啊，我必须得去啊！你也是瑞安球迷？那当然。哎呦，哎，你看看，当，这什么呀？我跟你说，你知道这票是什么位置？你当然知道了，你这是大门后头啊，你这位置一看你就是内行。我跟你说，什么主席台啊，什么包厢啊，那都不行。这个球门后边这位置，那12号那臭脚，要是一脚给踢歪了，我跟你说，那一脸上还能被闷一脚。我跟你说，今生无憾，你知道吗？
咱们这查房呢啊。对呀，你这位置再好，你也不能去了，你就在这手机上看直播吧啊。那不行啊，那多没劲呐！我跟你说这么着，要不咱俩一块儿去啊？咱们一块儿看。我也能坐你边上。哎，没问题。前后头。这位置再好，你也去不了啊。踏踏实实的等着做检查啊。这个，你看，不是，要不这么着行不行？咱们一来一去两三个小时，要是出了什么问题，我自个儿负责。不是钱守义，你现在是没什么症状，所以你不知道轻重。心脏是人体的发动机，冠脉就是输油管道，万一堵死了，发动机立马死机。你现在体重已经超标了，除了冠心病，还有糖尿病、高血压，这都非常严重，你知不知道？不是，你们这些医生啊，就知道吓唬我们。我跟你说，我胖点怎么了？我胖点我有福气。哎呀，守义，人家廖主任说的对。我跟你说，他们大夫，你们大夫就知道吓唬人。你呀，就踏踏实实的在院里等着检查啊。这个，你看，就也别浪费了啊。好好休息啊，别老想着出去了。唐主任，有电话找您，您最好接一下。现在吗？对。唐主任，你可算来了。到底怎么回事？我那边已经开始要手术了，跟我说啊，协议还没签，合约不是早就签过了吗？协议是早就签了，但是这边协议规定了，第一次动物实验和临床实验的时候，必须安心那边再给一个授权书，现在就差这一步了。然后我们处长和王工程师他们俩谈不拢，哎呀，现在也没办法了。怎么回事啊？我的羊都开始剃毛了，你们这闹什么呢？换工程师吧，王海明人品有问题。怎么就上升到人品了呢？他坐地起价，要医院多给100多万的研发经费。我是要钱了，但是我要钱是有理由的。你把我们安排在那个羊圈里面工作，哎，那是我们医院的动物研究中心，全是味儿。还有那个上下水和通风管路，一个星期要坏3次。我正好看见附近有一个写字楼在出租。他做梦，想什么呢？你总得给我点筹码吧，好让我去谈判吧。欧阳，我跟你说，他手上有缩小的样机，你现在把他放出去，各大器械公司都会抢他的。我们安和医院需要王海明。那你跟他说，给他改善后勤。我已经忍了很久了，我现在忍无可忍，我忍无可忍。他无非就是觉得后勤的管理人不行，那除非换个人给他管理。换谁呢？实在不行，我来吧。医务处承包他们所有的杂物。这话不是他说的，是他说的。他说你太辛苦了，王工，研究世界先进的医疗器械非常了不起，而且其实他还很崇拜你。这话就更离谱了。他平时对我那么冷淡，谈何崇拜？哎呀，王海明，欧阳这个人，他是外冷内热，他心里面其实还是很仰慕你的。我看在你对我很崇拜的份上，我崇拜你。哎，你们两个先签字后聊天，时间宝贵。哎，李英，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可不是来找你的，叶主任，你别自作多情啊。瞧你说的，我不是这意思。你是来采访的吧？啊，我在等我们主编信呢。那什么，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还要看资料，你也去忙吧啊。行，那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跟我说。
我走了。哎，15床，这是医生给你开的。15床，钱守义。在，哎，我上厕所呢。这个是那个廖主任给你开的开塞露，不是说便秘吗？不能太使劲啊。哦，没事，我现在好了。那我给你放这儿了，会用吗？会。主任，那个手术有消息了吗？做什么呀？龙总说手续又出问题了，都还没动呢。没动呢。廖主任15床不见了。什么叫不见了？我给他送开塞露，然后我怕他不会用，我就回去看他。过一会儿就没有人了，打电话也不接，屋里没人。多长时间的事了？也就10分钟左右。钱守义，哎呀，你快吓出我心脏病来了！你本来就有心脏病，不是跟你说了吗？不准擅自离院，跟我回去。我回去，那秦主任怎么办？秦主任，为什么杨现在不能手术啊？这手术不是推迟了吗？杨就送回了等待室，但那等待室它有个饲料槽。什么意思？你是说，一只手术前进食进水的羊吃草了？主任，你别激动啊，这羊到底吃没吃草，饲养员还在确认。那个，我让百烈在那儿盯着了。不过主任，这羊是反刍动物，如果它真的吃了，这时间上可能……唐主任，你好。唐主任，还记得我吗？医疗世界周刊的记者李英。我知道你们现在要做人工心脏的第一次动物实验了，所以我们主编跟刘副院长打好了招呼，让我来全程采访。你先去忙吧。李记者，我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我现在不太想接受采访，因为我们人工心脏现在处于前期研发阶段，我不希望每个阶段都进行采访，这样会影响我，工程师的工作。希望你能谅解。可是这个采访是刘副院长安排的，他可是你的顶头上司。如果是关于医疗方面的问题，我相信我肯定会尊重刘副院长的意见。但是，采访不是我本职的工作，我不想做就可以不做。唐主任，你真的是挺任性的啊，什么事情都是自己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一点都不考虑别人。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的。你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明明有老公，却隐瞒婚史，和别的男人搞暧昧，甚至不惜伤害别人。其实像唐主任这样的人，我也不是很想采访，但是没办法，这是我的工作。你这个记者还真挺有意思的。谁告诉你这些的？我一个在医院的朋友告诉我。看来唐医生是不愿意告诉我回国真正的原因。我知道你是刘峰的前女友。这句话我在其他人那儿也听说过。我真的很好奇，你们的这位所谓医院的朋友到底是谁？这我不能告诉你，反正你也不认识。那我也没有什么跟你说的，我要去工作。唐佳宇，我告诉你，这个采访能不能成，我根本不在乎，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份工作而已。但是今天我来，我是想告诉你，你不要再伤害叶一鸣了。你和他根本不合适。虽然反正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所以我希望你离他远一点。李记者，刚才你也说过我这个人很任性，连刘副院长的指示我都可以不执行。你的希望我会放在心上。你一点
连齿形都没有。哎呀，我不是跟你解释了吗？我这苦口婆心的劝了半天，这实在是劝不动他，非要来。我就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才陪他一起过来的。金大夫，我怎么没觉着你苦口婆心？哎，穿帮了吧？我还不了解你，你就是自己想去。我告诉你啊，幸亏是我发现了，要不然指不定惹出什么乱子来。我也跟着一块儿来了。我那是为了他的安全，我是给你兜底呢，明白吗？行了吧，行了吧。哎呀，你呀，是你妈妈让你下班之后去相亲，你不想去，说下了班之后还要再加班，对不对？这刚才我们都听见了。行了，既然都来了，咱也不干别的去，看完球直接回去啊。你看，为了安全保险，我还让他写了一个请假条呢。哎，对，这个秦医生可告诉我了，这医院对这个病人有特殊要求，你要离院的话，你必须写请假条，后果自负。我都签字了，都写好了。廖医生，您就别担心了。再说，你说就为了这么一个小支架，我要是错过了瑞安的决赛，那可太不值了吧？后边坐下去。啊，好。算你还没有那么傻。请假条给我。还热乎呢。哎呦，憋得慌。啊，陈小叶，你没事吧？别吓唬人啊！哎，我去啊！坏了，这坏了，赶紧停车！陈小叶，没事吧？怎么了？怎么了？啊，你不是吧？咋回事？我这合着手在下面。哎，你还是回医院吧。主任，确定了，可以手术。终于好了，我都快睡着了。我走过去。秦大忠，本来是什么症状都没有，可谁想到就这么顺，偏偏在车上，这谁想得到啊？好在是心绞痛，不是心肌梗死。还好在啊。那个，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啊！就是因为这件事，才让他重新抽了血，重新做了冠脉造影，才发现他比实际情况要严重的多呀，才确定不做介入，做这个开胸做搭桥。这事儿也不怪赖小姑，是我答应他离开医院。算你有良心，没都推到我身上。我是那么不讲义气的人吗？本来就是你先松的口，要不他出得去吗？那你不也跟着去了吗？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俩还有脸吵架呀？请假条写了吧，自愿离院，后果自负。这本来是写了，不过什么？那个假条是写了的，就是他在车里犯病了，然后我们俩就下车去看他，然后我随身带着硝酸甘油呢，我就给他含上了，他当时胸痛就缓解了，然后我们就一路直奔造影室，就把假条丢了。后来这个陈守义就死活不承认，说是我没跟他说清楚，他才离开医院的，让医院赔他损失，还怎么也不承认说自己写过请假条。你说这样的病人他有良心吗？有没有良心我不知道，你们俩是真没有脑子，就算是有，也被福尔马林泡过了。我进去跟他说，你们在这等着，别动。陈守义，你好，我是唐医生，怎么样？现在感觉好些了吗？哦，你就是那俩老头的上司吧？放心吧，你已经回到医院了，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有医疗措施给您缓解的。秦大忠跟廖晓波也知道他们错了，您是自己坚持要离院，还有写了请假条这个事儿，
不能不认。我没写啊，我一个病人我知道什么呀？都怪他们俩，根本就没有把我的病的严重性告诉我，把我带出去，害得我差点死在外头。本来我就做个介入就完了，现在害得我要开胸啊！我跟你说，这都是你们医院的责任。这件事我必须跟您解释清楚。您冠脉堵塞的情况，就算今天不离开医院，明天正常做造影也会发现无法做介入，只能开胸做搭桥手术，所以跟您今天心绞痛发作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你当然这么说了呀，是不是？你也怕担责任，对不对？我跟你说，我可咨询了我们公司的律师了，他说了，这就是你们医院的全责。告诉人家不承认。喂，刘峰。啊，我知道，我马上过来。刘副院长已经知道了，钱守义的律师已经给他打电话了。你们两个，这病人不是也没真出事吗？而且当时病人真的写了请假条，不过给弄丢了而已。我从医这么多年，本以为上次你们组的人殴打病人家属，够让我开眼的了呢。没想到还有偷偷带病人出去看球这一出，病假条丢了。你知不知道这么一丢，责任全丢你头上？现在在想办法解决。副院长，别生气，千万别生气。我不气，气坏了谁来替我？不过我跟你说，这次的处罚方案，可能你不会喜欢。什么意思啊？不会又要停手术吧？那是轻的，廖晓波是从犯，停手术3个月，留院查看。秦大中是主犯，趁这次机会，让他提前办退休。那不行，秦大中才60。52。啊，才52，你就让他退休吗？那多少外科的大夫就算退休也返聘回来继续手术，很多人能干到70、80呢。52，你让他退休，你让他干什么去啊？看球去啊，好好的看个够。本来你们重病组的人员配置就有问题，宋宝德给你埋了一个雷，不然怎么会选秦大中这个老油条过来呢？这回来个大换血，我把曹主任给你调过来。不许打住！我必须声明一句，秦大中、廖晓波都是我们重病组的非常重要的工作人员，所以从我这儿绝对不允许换。这件事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医院的规章制度说了算。是不是只要安抚病人，秦大中跟廖晓波就可以不被处罚？怎么处理的？小波是停手术3个月。啊？你是提前退休。跟我想的差不多。行。我在这手术台边上站了几10年了，也站累了。没事儿，这是给我一个2次创业的机会。可是我干点什么呢？唐主任，叶主任，你怎么在这儿啊？怎么不上去啊？哦，赵继安从酒店搬回来了。哦，那
你没什么事儿吧？遇到点事儿，如果解决不了的话，周明祖可能要换人。什么事儿啊？这么严重？叶主任，你说怎么样能安抚一个病人？按照你说的这个情况，只有了解了病人的真正诉求，我们才有希望说服他。什么诉求？虽然他不承认他自己写了请假条不地道，但是你想想，这毕竟是他第一次心绞痛发作。教科书是怎么描述心绞痛的？胸前区的压榨感，窒息性的疼痛，偶尔伴有病死感。我觉得面对死亡，他一定很恐惧。那也就是说，他的最大诉求就是活得更久、更安全。对，谁又不是呢？你说的确实不好。哎，回来了。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医院的麻醉科的主任叶主任，这是我的丈夫赵佳。你好，叶一鸣。你好，你好。啊，谢谢你哦，还送我们家佳玉回来。不是，你可能误会了，我家就住隔壁。哦，真巧。对，以后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叫我。好呀。那我们先回去了。哎，那行，我也回去啊，拜拜，再见，再见。走吧。你刚刚怎么了？没什么，我只想问你刚刚吃了没有？如果没吃的话，我买了点外卖，一块儿吃吧。我去换衣服。这么早啊？那个主任，你来了。他们都还没到呢。我想到个办法。收床。你们要干什么？想跟你聊聊关于你手术的事儿。他在这干什么？他是你手诊的医生，必须要在场。钱守义，以你现在的体重，又有很严重的糖尿病和高血压，即便是做了搭桥手术，你的桥血管长期通畅率也不会很高。什么意思啊？哦，合着我挨了一刀，我将来还得赌啊？哎呀，很有这个可能性。但是我倒是有一个解决的办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尝试？什么办法？你的这种情况很适合做减重手术，就是说通过腹腔镜在你胃上面放一个可以调节松紧的束缚带，控制你的食欲。这样的话，你的体重会降下来，体重恢复正常，血压跟血脂也有望恢复正常。那这样你的桥血管的远期通畅率就不是问题了，日常生活中也不会出现像昨天那样突发病的情况。哦，听着还是不错。那这手术安全吗？安全，只是这个手术是在普外负责做，他们会给你做个评估，但依我判断问题不大。也就是说，虽然你来做的是心脏手术，但是同时把肥也减了，是不是一举两得？谢谢你啊，替我考虑的还挺周到。我话还没说完，我相信你也很清楚，昨天你到底有没有写请假条，还有是不是你自己自动离院的，你心里比任何人都清楚。这2个手术呢，医院给你找全院顶尖的医生做，不过有个条件，从今以后，请你不要再胡搅蛮缠，更不能要求索赔。也请你问问自己的良心，
把真相说出来。我们已经很认真的给你定方案了，你就不能说实话吗？那我也有2个条件。所以这台搭桥，秦大忠、廖晓波不能上，又是一台免费的手术，不知道大家……我上吧，帮老秦擦屁股。我也上，只要是手术，对我来说都是锻炼。术后 ICU 我负责。谢谢啊，谢谢大家。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减重手术不太好办。为什么不好办？你说呀。这咱们现在能做减重手术的只有乔主任跟李主任。我去问了一下，乔主任出差了，得下周才能回来。那个李主任，就是老秦的第2任前妻，以前是李主任的女朋友。没错，这事儿我记得。当年老李为了这件事儿，差点上来跟老秦决斗。这别提这事儿了。我早知道这样，当初就把那女的让给李主任了。还结什么婚？结了婚也得离，这多麻烦呀，离来离去的。不是主任，这事儿这怎么办呀？你说你怎么办？去求人呗。这事儿我先说明一下啊，手术之前，这件事最好不要乱说。本来就不是什么给咱们重病组长脸的事儿，明白吗？明白，明白。呀，叶主任，你怎么也到普外了？找李主任。放心吧，免费做减重手术的事儿，他已经答应了。叶主任，我可是卖了你一个大人情啊！谢谢你，李主任，别客气。给心外的人打电话，我这边要完事儿了，叫他们准备上台。好的。唐主任，病人情况怎么样？醒得不错，目前情况稳定。我去看看他。唐主任，不用怕，手术很成功，不用担心了。今后呢，你要控制饮食，好好的锻炼身体，有好的身体才能更好的看球，对吗？找到了，病人把颈下条还回来了。行啊，这秦大忠运气够好的。哎，为什么你每次说完话扭头就走？你以为这样就完了？不然还想怎么样？我事先声明啊，我是不会同意曹主任调过来的。不是因为这事儿，是因为人工心脏研究宣传的工作，院里已经研究过了，你必须接受《医疗世界周刊》的采访。可是人工心脏现在的情况……我明白，我明白。在研发成功之前，你不想过多的被采访，会影响王海明和团队的节奏。所以啊，我和周刊的主编商量过了，可以派一个人追踪采访。等研发成功了，到时候可以做一个全面的、完整的报道。这个条件已经很好了，我没办法拒绝。佳玉，你就当帮我一个忙，等下次李记者来了，你配合一点。15床今天出院了，手术效果不错。这件事儿呢，也算是暂时告一段落了，大家可以松口气了。我说两句啊，那个通过这个事儿呢，我跟小波充分体会到了大家的热情和咱们这个小集体的温暖，所以呢，为了表示对大家的感谢，我们俩
为大家比个心吧。哎，你们两个不会天真的以为给大伙比个心，我们就放过你了？那还怎么样啊，主任？你要干啥呀？这个手术耗材的钱是你们垫的，但是人工费我们都免了。哎呀，都是朋友，都是朋友，大家都是一个 team 的。不停跳搭桥，那很困难。那相当的困难，累都累死了。这都是兄弟嘛，大家都是一家人嘛，是不是？朋友。哎，蒋百烈，到上连接，就等您一声令下，发过去了啊！在群里。不天，在群里啊。什么意见？我天，这么多呀！啊，里面所有的零食是我的。其他人说说你的需求。跑步机1台谢了，电子琴1台谢了。我这便宜啊，观影 VIP 年卡1张。你还有时间看电视剧？大人说你也用我账号来跟你网。哎，链接里面最贵的化妆品不是我们的啊，确实。骨外科李主任送给他现在老婆的。他早晚还得离。主任，我是主，他是主犯，我从犯，能打个折啊？打什么折呀？哎，还有，钱守义出院之前送给我们一面锦旗。哦，对了，这购物车真是也太人生处处有惊喜啊！啊，展示。当当当当。从今以后，这面锦旗就放在秦大中书桌旁边，让他早起晚归都能看见，好鞭策自己，好吧？没问题。老秦，辛苦了。叮叮。行了，收心吧，准备干正事。哦，这应该早点干正事。老秦，哎，走了。VIP。主任，都准备好了。嗯。我怎么觉得主任跟叶主任说话的态度跟别人的都不一样？哎，他们是不是以前就很熟啊？这你都看出来了，肖百烈，你够早熟的呀。护士长，我先去核实一下啊。行，快去吧。护士长，导尿管没有了。不应该啊，我记得储藏室还有很多呀。我都翻遍了，一根都没找着。护士长，要不然你帮我找找呗。我一会儿要去护理部开会了，你让一线帮你找找。啊，不行呀，护士长，我还得去换药呢。护士长，那没办法了，要不你还是帮帮我吧。行，走吧。怎么是空的？不应该啊，是不是跟那个引流管放在一起了？它们长得也挺像的。陆老师，这个是杨瑞，你怎么在这儿？罗老师呢？平时那么机灵，这回傻了，也不看看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吴明明小姐，未来的人生，我还想这么和你腻在一起，不知道你能不能愿意赏脸嫁给我？主任，说什么呢？这么高兴？刚刚明明姐的男朋友跟她求婚，我们去看热闹去了。他同意了吗？答应了，然后他去护理部开会了。护士长都去开会了，你们3个还在这干嘛呢？工作。潘主任，叶主任，有事吗？小雨的检查报告出来了，病人是你介绍的，所以想让你知道一下。怎么样了？有手术指征，可以手术。哟，汤主任、叶主任，您来了。小雨啊，快叫人。阿姨好，叔叔好。少说话啊。现在科里住的病人有点满，所以条件不太好，只能加床了。等一有空床，马上给你换位置。啊，这叫啥条件不好啊？这好得很，好着呢。你看，有医生能敢看病，那是俺的造化呀。要不是叶主任，
俺都挂不上号。别这么说，小雨的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除了先心病之外，肺动脉高压有点重。不过好在是有手术指征的，可以手术。那就好。您是小雨的？我是小雨的姥爷。哦，那还是尽快让他父母来一趟吧。毕竟这是大手术。小雨的病刚查出来的时候啊，他爸妈就闹离婚。那后来呢，他妈嫁到外村了，他爸呢也出去打工了，没有人管他。小雨是我一手带大的。唐主任，俺就想问问，是不是俺把小雨耽误了，没早带他出来做手术？你为什么会这么问？不是不想来，是因为手术费贵。后来知道新农合能补贴一部分，加上我种红薯，卖了钱我都攒着，攒了一阵子才敢带孩子来手术。我就怕是我把小雨耽误了，看着孩子每天这么难受，这么痛苦，我心里。您放心，您没有耽误，所以心理压力不用那么大。只不过这个手术完成上有一定的难度，而且术后的并发症比较高。但是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没有耽误的，没耽误就好，没耽误就好。谢谢。别客气，别客气，让孩子好好休息。好。少说话。你走了啊。我刚才啊，真担心你会把事实的真实情况告诉小雨他姥爷，说确实耽误。就你会做好事儿，我就那么冷血吗？一点眼力都没有是吧？不是这意思。小雨的各项指征都压在手术线上，既然是你带的病人，那麻醉我责无旁贷啊，一定为唐主任保驾护航。有人吗？这谁的孩子啊？不哭了，不哭了。连着5连症。王警官，我吴敏敏，昨天的案子有进展了吗？哦。那如果有消息的话，麻烦你告诉我一声。好，谢谢你啊。怎么样，护士长？王警官说找到那婴儿父母的下落了吗？说医院的监控只拍到扔孩子那个人背影，是个女的，但具体这身份还要调查。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扔，那也太狠心了吧！王警官也说了，这是犯了遗弃罪，要抓到的话，可能会判刑的。那他们是活该。可怜的是那孩子，新生儿科的护士打电话说那个孩子特别爱哭，昨天晚上闹了一晚上。我说要是你们心脏在胸腔外面跳，你们也得哭。麻醉马上来接人了，陈小雨的姥爷去哪儿了？刚联系了，说马上就到。你马上再去联系。孩子马上手术了，老人为什么不在医院呢？行，那我联系一下。主任，哎，我正找你呢。护士长，我还要找你呢。听说你订婚了，恭喜你！谢谢主任。我找你是关于那个弃婴的事儿。Control 5连症的那个孩子啊，新生儿科给他做了 CT， 这是检查结果，你看一下。这孩子算严重的吗？算是很严重，不只是外表畸形，心内还合并了严重的流出道畸形。如果不马上手术治疗的话，不会马上死亡，但是自然寿命不会长。
这正是我想找你的原因。医院有紧急人道主义救助义务，所以新生儿科暂时收了这个孩子，可他们那边做不了这个手术。我明白，紧急人道救助是要救助那些马上生命在短期内有危险的人。这个手术算是纠正畸形，不在范围内。那你说有没有可能组织公益手术？其实你昨天跟我说的时候，我就想过这一点，但是最近的情况特殊嘛，秦大中的那个病人，我们已经做了一台公益手术了，所以人情债已经透支了。最近刘峰也不太高兴。这个手术如果只是涉及到我们心外科还好，但是髌髏5联症还要涉及到胸外科还有普外科，这种跨科的大型公益手术，我是担心组织起来。我明白你的担心。我也知道难度的确不小，如果您不反对的话，我还是想试一试。敏敏，主任，你笑什么呀？如果你不想试，我才觉得意外呢。我肯定是支持了。如果你能找到资源解决这次所有手术的费用的话，我的时间是可以赞助的。谢谢你啊，主任。客气什么？主任，找到了。陈小雨的姥爷到了。去哪儿了？好像是老爷子带的钱交完手术费就没剩多少了，所以他找了个临时工。哟，对不起啊，唐主任，俺来晚了。没关系，一会儿手术千万不要离开医院，中途要出来让家属签字。哦，我不走，我这活嘞。是半夜2点到早上6点，我今天刚去，不知道啥状况，明天我就知道了。哦，我的手洗过了，龙医生说让我洗完手再给小雨梳辫儿。哎呀，小孩一会儿进手术室来，这个给小孩打扮来好看点儿。大人梳的辫子最好看，是不是？小雨啊，进手术室要听唐主任的话，不许哭闹啊！不行给人找麻烦，记住不？乖。老爷子应该没吃饭，一会儿去食堂给他打一份早饭。主任，这些事儿你就别操心了，交给我。唐主任，过来接一下病人，叶主任已经在那边备药。好，马斯克来接人了，准备去手术室吧。好，走吧。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哎，小雨，乖，咱俩刚才咋说嘞？小雨，乖，听话。老爷刚才咋跟你说嘞？啊，乖，不哭啊。给老爷养老啊，咱坚强点啊！来，小雨，走了。来，乖，不哭。小朋友，这个娃娃是不能带进去的，要给老爷拿着啊。不哭啊，不哭，不要紧张哈。唐主任，给他添麻烦了，俺家小雨给你添麻烦。你好，宋主任，您现在时间方便吗？想耽误你几分钟。找我有事啊？是这样的，
我呢捡到了一个弃婴。哦，这个我知道，就是勘断5联症那个，怎么了？我想试着组织一场公益手术，普外和胸外的主任都有意参加，我们科的唐主任也愿意帮忙。主要现在手术费用的问题没法解决，咱们科不就你和各大救助基金的人熟嘛，所以你看，你要是方便的话，能不能帮我打个电话？副指导，咱们是医务工作者，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参加公益手术，自然是责无旁贷。主任，病人心衰加重了，我打给移植中心问了，还是没有供体。不是刚才对药物反应不错吗？哎，宋主任，将左右肺动脉开口连同相连的动脉干壁一起切下来，缺损在这里，可以直接缝。但我今天用了补片修补，主要是保险，一定要缝严密。不然停体外循环的时候，开放主动脉阻断前再发现漏血，止血会非常困难。血氧有点波动，我在控制，你继续手术。好。哎，这台手术有惊无险，终于算挨过来了。谭主任，这手术啊占一半，术后恢复占50%，这仗才打一半，别高兴太早了。最艰难的一半，你这个只饮半杯水的悲观主义者啊！先吃饭吧，菜都要凉了。我跟你说啊，在医院待得越久，我就越来越不相信“人生来平等”这句话。我觉得在医院里已经算是相对平等的，不管你这个人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得了病都一样要受罪。我记得几年前啊，有一个全国富豪榜上排前几的人得了晚期肝癌，来安和做手术，所有的一切都用的是最好的，可最后人还是走了。我说的不是这个，很多人没有出生就已经得了不治之症，孩子刚刚出生落地就没有办法跟其他健康的孩子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一生下来就要靠手术刀才有机会活下去，所以哪有那么平等的？很多人努力一辈子都希望能够平安生活，健康无忧，少病少灾就够了。不过今天能完成陈小雨这台手术，我真的挺开心的。这种错过手术最佳时期的患者，能救一个就是捡一条命。所以谢谢你从门诊捡到这对祖孙，敬你啊！还有，谢谢你在手术台上保驾护航。干杯！干了啊！来，你真是笨啊！笨笨的不挺好的吗？我就喜欢笨笨的，不然怎么凸显我男朋友的作用啊？来，3手拉弦，前手推弓，别紧张。3、2、1。等会儿，闭哪个眼睛？闭左眼。闭左眼，左，这样。对对对。这样对了吧？来，3、2、1，放。我可以了。我有衣服，只是今天不是从医院出来的吗？把女朋友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男朋友才有成就感吧？哎，你看这裙子怎么样？我不太适合吧？我觉得挺好的，试试。我听说你参加中层干部竞聘了。是啊。让你们补材料。啊，我今天收到通知了，我明早补交。哎，明天院领导集体投票吧？
其实我想跟你说的就是这件事儿。明天的投票我也参加。我们的关系……嗨，你不用在意，你想投谁就投谁啊。我又没叫你非投我。那我要是真的没投你，你会不高兴吗？我为什么要生气啊？而且，我也想靠自己的实力竞聘上岗。我相信，我有这个能力。没想到你有这么好的心态，那我就放心了。今年的竞聘很激烈。是吗？我快过生日了，反正我今年的生日愿望就是竞聘上科室的副主任。啊？你刚才不还说你不在意吗？哪有人不在意自己的前程的？你好，看看这几件有喜欢的吗？必须得是监护人申请吗？好的，谢谢啊。喂，杨瑞，我还在医院呢。啊？叔叔阿姨明天要来？姐，你看这孩子哭得不停，头人。肯定也难受呢。晚安。抱抱抱抱抱。哦，对了，吴姐，我有事儿跟你说。什么事儿？这医院捡了孩子的事儿，妇科跟产科不都传遍了吗？今天产科来了个护工，说可能知道孩子的妈妈是谁。是谁啊？上周东边大桥下来了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那女人来的时候就怀孕了，然后自己还把孩子给生下来了。护工说她见过那孩子，孩子肚子上有个包。哎，你好，王警官，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了。是这样，关于上次弃婴母亲的事儿，我有个很重要的线索想跟你反映一下。情况怎么样？还可以，刚才吸了痰。不好，是肺动脉高压危象，把氧浓度调到100%。好，准备一氧化氮，来半支前列地尔。周达，主任，患者昨天晚上共出现了3次肺动脉高压危象，但是都在用药以后得到缓解。主任，我觉得血啊，一般术后48小时，肺动脉高压开始下降。如果能挺过第48小时，说不定还有希望。不用一氧化氮吸入了，改用靶向药。那就氯莫都林和波生坦，还有西汀那非。快去吧。好，我去开医嘱。主任，小雨老爷呢？在 ICU 门口守着呢。他应该是早上过来的，不过我看他身上衣服挺脏的，应该是昨天去打扫街道了，嘴里还一直念叨着想见他孙女。哎，陆医生，咋样？小雨好点没有啊？啊，能让我见见他不？现在进不了 ICU， 而且现在的情况还不算稳定。那能把这个娃娃给他带进去不？他从来没离开过身，他看见娃娃他高兴啊。这个娃娃他进不了 ICU。哦，要不你在这儿先等会儿。哎。老爷子，
护士长，怎么了，龙医生？麻烦帮我把这个娃娃做个消毒，这个不是……最好能快点。哦，好，于倩，过来一下，把这个消毒尽快拿给龙医生。哦，好嘞。下来。举手之劳。护士长，我听说你今天要见未来公公婆婆，查完房子还不走，在这儿干耗着干嘛呢？我都不急，你急什么呀？哎，你好，王警官。找到了，哎，那太好了。哎，那方便我跟你一块儿去吗？处长，这是检验科补交的竞聘人资料，您看看。就这些啊？那论文或者是科研成果什么的？你也觉得这王光奇怪吧？论这资历，这科室副主任怎么也轮不到他呀。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那同期竞聘的姚小岗可比他优秀多了。这我们背后都说他要不是上面有人，要不就是脑子进水了。别这么说别人，本来竞聘就是人人都有权参加的。哦，那我先走了。嗯。我看一眼。主任。用药之后，肺动脉的情况已经稳定了。现在孩子也醒了，我在想，你在想让老爷子进来？对，如果能闯过这一关，病人跟家属见一面，也能够稳定一下情绪。如果真的闯不过去的话，主任，我已经让老爷子穿好了一次性的无菌衣，现在人就在门口等着呢，随时可以进来。你已经想到了？去吧。好。他就住这一片儿。那这个女的是谁？她为什么要遗弃孩子？孩子的父亲又是谁？还不知道。这个女人有精神分裂症，在救助站进进出出的好几回了，每次进去就犯病，非要往外跑，谁都拦不住。上回到救助站的时候就已经怀孕了。唉，也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救助站的人怀疑他遭受了性侵，就报了案。我们问他，他什么也不说，也没查出来，只好是不了了之了。这回是又偷跑出来，就是住附近，还自己生了孩子。哎，他在那儿呢。哎，你好，哎，不要抓我！别跑啊！问你点事儿。别跑，问你点事儿。别跑啊！哎，站住！别跑啊！站住！等等我们！慢一点！站住！你开的车？车是我开的，我真不是故意的，他窜出来了。你能听到我说话吗？王警官，快打120！喂，120吗？东区公园旁边发生一起车祸，请你们马上过来。我看到你把孩子抱走，我才走的。你糊涂的，你糊涂的。你不是要遗弃宝宝，你是把他送到医院治病的，对吗？孩子送到医院就能活。不，你不能睡，你醒醒，你不能睡，救护车马上就到了，你再坚持一下。
宝宝就在医院，他在等你呢，你醒醒，千万不能睡，千万不要睡。小玉，老爷来看你了，娃娃也给你带来了，乖，疼不疼啊？老爷早点来带你做手术就好了，早点来就好了。老爷知道。老爷明白，你乖乖的听话啊！等你的病治好了，咱回家，回家啊！老爷子，该出去了。哦，老爷去外边等你呢。等你好了，老爷接你回家。心脏停了，给肾上腺素，赶紧抢救。肾上腺素。好。出针。这儿。192。通电。150.2。通电。再来。很抱歉，占用大家休息日，材料大家都有了，大家在自己认可的竞聘人上面打勾，投完票回家吃饭。我快过生日了，反正我今年的生日愿望就是竞聘上科室的副主任。主任，已经抢救1个小时了，主任。死亡时间中午1点30分。
姐，怎么了，主任？那个青音的母亲已经找到了。是吗？那警察把她带到医院了吗？怎么说？她刚出了车祸，已经宣布脑死亡了。我们把她带到医院进行抢救，还给她做了 CT。在检查中发现，她以前手臂骨折过，骨头上打过钢钉。王警官说，只有查出她的身份，才能安置那个孩子。每个钢钉序列号都是独一无二的，能够查到她之前是在哪家医院做的手术。都查到了。她叫李小晴，上过大学，毕业前不久得了精神分裂症，还住过精神病院。出院后不久就离家出走了。那他们家里面还有其他的亲人吗？父母都已经去世了，只有一个舅舅。李小晴在大学的时候登记过器官捐献，捐献的器官有心脏、肝脏、肾脏和肺脏。虽然精神病患者不能捐献器官，但鉴于李小晴登记时还没有发病，所以移植平台那边肯定她的捐献是有效的，并且已经在系统里找到和她匹配的病人。你们是为了救助基金的事来的？听说你想让我来求你，你才肯帮忙，可是我根本不打算求你。我可没说过这话。既然没事，就别耽误时间。我一会儿还有手术呢。我知道，你们一会儿有心脏移植吗？啊，现在你们组的人应该正去手术室取心脏供体吧？我还知道你的病人刚刚得到这个供体。你怎么知道的？奇了怪了。因为这个供体捐献者就是昨天那个青音的母亲。宋主任，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可以打电话去问王警官。怎么这么巧啊？宋主任，这种情况下，咱们还忍心见着人家孩子见死不救吗？我都听说了，在医院这么多年，我以为不会有人故事让我惊讶，没想到。李小晴的一生好像注定是为这个青春激情的孩子而准备的。需要多少个巧合，才能铺成现在这样的结果？就像我之前说的，因为先天性疾病，很多人一出生就和其他人不在一个起跑线上。这就是医院里的生来不平等。走吧，手术了。今天这台手术汇集了胸外、脯外、麻醉、心外的同事。虽然我知道大家今天站在这儿都是无偿做这场手术，但是我还是想要求大家一下，希望大家能拿出12分的认真对待这一台公益手术。有2个理由。首先，这个孩子出生才1周，还没有名字，
可是他已经没有家人了，能够决定他是否活下去的人都在我们这间手术室里。其次，今天在我的手术台上，我已经丢了一个孩子的命，所以我不打算再丢第二个。所以今天这台手术，我拜托大家了，谢谢你们，谢谢大家。病人已经进入麻醉状态，可以开始手术了。开始手术。佳宇，佳宇，佳宇，预约的时间到了。谢谢。你今天没有工作，可是我等一下还要手术。我知道，可是因为时差的关系，只能有这个时间可以。这个婚姻咨询是很难约的。我们不是说好了一起努力吗？也许经过这10次的咨询，我们的关系就可以改善。我们现在关系不是已经改善了吗？我已经让你搬到家里来住了。可是我还是睡沙发。我的父母分床睡了几10年，我不想要那样的婚姻。要不这样，你让我回卧室睡，我就取消这次咨询，怎么样？来。Good afternoon, Dr. White. Sorry that we are a little bit late. It's okay. Good morning, Mr. and Mrs. Zhao. Shall we begin? Well, I fully understand that what I did hurt my wife, and I sincerely regret it. But I still think that we can talk it through, because it really takes communications to help each other, to understand, to get along with each other. But that's only my point of view. I think that's what a good relationship is. Yes, I agree. But what about you, Mrs. Zhao? I've told you, right? No, Mrs. Zhao, during our conversation, you weren't very willing to tell me any information. You say you're fine, but actually you're not. You've been hurt, and you're keeping it all inside, which is harmful. For example, I once had a patient who insisted she was fine until one day she stabbed her husband with a knife. Thankfully, she didn't hit anything critical and only hurt his arms. 我时间来不及了，还要多久？ Sorry, Dr. White, that my wife, she has to go to work, so perhaps we can hold this conversation till next time. So sorry. Okay, good. We'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Goodbye. Bye. 可以了吗？还有一个就是这沙发床太软了，我睡不了软的床，你还记得吗？我就是滑雪伤到了背，所以那个我等一下有手术，要不然中午。行啊，那你中午的时候你陪我去买一个比较硬的沙发床好吗？你打电话给我吧。好。唐主任，病人情况。病人是堪称5连针术后，性功能恢复尚可。但因前下胸壁放置了梯形金属踏板，创面太大，所以要在 ICU 多住几天。
那就让他在 ICU 多住几天，让创口恢复得更加强一点，免得伤口感染了。好的，唐主任。哎，吴敏敏呢？这2天来儿科 ICU 的时候，她不都在吗？今天怎么没来？那天没去机场接叔叔阿姨，是我不好。昨天不是陪他们吃饭也道过歉了吗？你还生气呢？你不说还好，一说我更气。就说接机那天警察去调查，你跟着凑什么热闹？就算遇到突发情况有情可原，可我爸妈都来3天了，你才去见了一面，就陪着吃了个饭。明明，我妈本来就不同意我们的事，现在她态度更坚决了，是怕你忙，以后不顾家。阿姨不同意，你以前怎么没告诉我呀？我不想告诉你，免得婆媳关系不好相处。可你也得有个分寸啊，孝顺长辈，不是我们该做的吗？是，都是我不好，怪我太忙了。我问你啊，你未来的婆婆对你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了呀，她是你妈妈，是你最爱的人呀。我爸妈想去三亚玩几天，我正好有假，你也请年假，咱们陪着老人一起，好好表现一下，也许有救。可现在请年假，正是科室最忙的时候，而且我肯定走不开的呀。科室，你心里就只有科室。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别着急嘛，你听我把话说完嘛。刚才那几个术后的病人还可以，主要是2次开胸的，要盯紧一点。他醒的也不太好。再观察1天吧，如果情况不见好转，就让沈外来会诊。好。喂，刘峰。什么？什么是关于1000万的艰巨任务啊？我先跟你们预警一下啊，这个病人的情况很麻烦。病人家属包专机，从外地运到我们安和医院，付出巨大。用刘副院长的话说，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好家伙，包机，付出够大呀！用刘副院长的话说，是个知识型企业家，从前也是学医的，后来转行经商，去年还捐了1000万给医学院修图书馆。哎，主任，是安和直系的医学院。听说你跟叶主任都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啊，哎，那我和这位病人是校友啊。秦大忠，还没看 CT 呢，你愁什么愁，皱什么眉？哎呀，我是在想啊，医学院毕业的转行都能干这么好，他们什么公司还招人吗？招人又不招你啊！我可以当专家呀。别停了，看 CT 吧。你们看完片儿，我保证每个人都会吐。这简直就是事故现场啊！病人李家和，38岁，3个月前被诊断为主动脉 B 型夹层，在外院进行介入治疗，放置一枚腹膜支架。白烈，提问你，为什么这个夹层可以不用开刀？答：因为是 B 型夹层，位置在降主动脉。可是病人都这样的情况了，还不如开刀呢。放置支架之后呢，病人高烧不退，支架感染，很快就波及到整个左侧胸腔。食管已经被感染了，还破了个洞。食管破溃达12公分，患者反复呕血休克，医生担心血流进食管里，又放置了一枚食管腹膜支架，但是非常的失败，支架脱落，直径掉进胃里，但是食管的破口还在，也就是说，现在每吃一口饭，大概有1半的东西吧，会掉进胸腔里。腹膜支架感染，这是公认的难题啊，这基本上没什么希望啊。所以病人家属现在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我们重病组的身上。院领导希望我们再搏一搏，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胸腔当成是大型的事故现场，怎么样能一步一步重新把它建立起来？需要尽快想一个可行的手术方案。你们几个先想一想，我去打个电话。好。
我今天没有办法跟你中午一起去家具店买东西了，临时来个病人，很严重。OK， 那你把地址发给我吧。喂。这个人工心脏的流量要调的比咱们预想的高。您之前说的是1到30啊，现在唐主任说，等植入人体时需要1到10升的流量才够，所以实验阶段咱们就。王工，我又仔细看了一下人工心脏的研究报告。你穿的这是什么？衣服呀。我知道这是衣服。我说，你今天这个就很奇怪，你平时不这样啊？王工，我穿什么衣服跟你没关系吧？我是来跟你说正事的。哦，行，你说。人工心脏里面有一个内置控制器。你们现在用的是进口品牌，对吧？嗯。我查到了国内一家公司正在研发这种内置控制器，这是产品的资料，我认为值得一试，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到真正的完全国产化，不需要依赖国外的任何零件。我为什么要试一个国产小工厂的这种零件啊？我们做的人工心脏不就是为了摆脱对国外产品的依赖吗？首先啊，不是我们，是我做的，啊。其次，现在是全球化经济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商品可以孤立存在的。你放眼看看这个实验室里所有的设备，你随便拎出一个，它里面的零部件的产地排出来都能排一个联合国。是你说的没错。但是如果国内可以制造出所有的零件的话，这不是更保险吗？任何技术有总比没有强。就像我管理的安和医院，所有的方案我都要备2份，方案 A 和备选方案 B。行，你不用说这么多啊。这样，现在所有的样机我们已经用了这款进口的内置控制器，包括底下那些动物身上装的也是这个东西。唐主任说过了啊，只要有6只动物存活超过60天，我们就可以进入临床实验阶段了。你这个时候给我拿这个东西来，你是打算让我从头再来吗？我没有想到这一层。你当然想不到了，所以我说你不要操这些心，你就搞好后勤就可以了。研发的事情有我们呢啊。知道了，走了。哎，你等一下，你把你这个东西拿走，这废纸。扔了吧。把这扔了。哎呦，我女朋友真好看，比那天试衣间还好看。穿这身衣服其实上班，我觉得挺不自在的。你就是不适应，多穿穿就好了啊。今天咱俩都调休，想玩什么？只要和你在一起，什么都可以。哎，欧阳，我问你个事儿呗。那个中层干部竞聘的事儿，出结果了？还没有。哎，那你帮我看看呗。我怎么帮你看啊？你是义务出场，看看结果还不容易？这个要等院里公布的，我办不到。你看你还当真了，我就随口一说。走，打保龄球去，打完吃牛排。唐主任，李佳恒。主任，感觉怎么样？感觉胸口像破了个大洞。感觉挺准确的。唐主任，
我也是学医的，我知道我现在这个情况没什么希望了，都是我太太，非折腾着把我弄过来，叫我走，都走得不舒心。你要去哪儿啊？儿子还在家等着你呢，我就在这儿陪着你，你哪儿都不准去啊。你是学医的，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A 型夹层跟 B 型夹层的区别是什么？你看，连我们心外最基础的知识都不知道，就给自己做诊断了。我们想到了一套手术方案，很有可能会治愈，想不想听听？唐大夫，真的可以手术吗？是可以做手术的，只是手术的过程会非常的复杂，需要病人全力配合。不知道李家和，你能做到吗？好，你说，我听着。好。先生，您确实是在我们这儿购买的沙发，您看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我想换个沙发床。以旧换新呢是抵原价的6折，还有，如果您购买的沙发呢，价格是低于原价6折，我们这边呢是不给您退还余款的，您看可以吗？行吧。您看一下这4款，你有什么需求吗？我就想换个硬一点的，因为我背受过伤。硬一点，行，那这款就可以。行吧，那就这个。那您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和地址吧，我们这边呢给您送货上门。地址，地址我不是很清楚。行，那这样，上次购买应该有留过记录，我帮您查一下。哦，谢谢。哎，好。先生，查到了，乐辰小区2号楼1002，留的是唐小姐的电话，还有一个叶先生的电话，注明了如果联系不到唐小姐，就给叶先生打电话。您就是叶先生吧？我不是。那就明天第1期手术，第3期手术会比较麻烦，要建模，然后再约一下麻醉跟胸外的，开个会。唐主任。哎，刘院，问一件事儿。啊，那你们先去忙。刘院再见。那个李家和的手术计划定了吗？定了。真是这么多年没见你对别的病例这么感兴趣啊！人家可是捐了1000万培养下一代医生，为他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这过分吗？不过分，你是院长，关心病人是正常的，你就是病人最好的院长。那当然了。那个第3期手术啊，就转到胸外，我亲自主导。知道，猜到了。哦，对了，那个医疗世界的黎记者要采访你。我没时间啊，李家和的手术。哦，对，这个时候不能分心。那我去应付他，我就跟他说，等动物实验做好了，那个参观采访一起做，你看怎么样？罗护士，麻烦帮我拿个换药包，我要去趟儿科 ICU。哦。ICU 有啊，为什么要在科里拿呢？科里便宜嘛，而且救助基金提供的钱也花的差不多了，得省着用。哎，那正好，我跟你一起去看看。哎，护士长你就别去了 ，ICU 那边护士多的是，是吧，龙医生？是啊。下来。整个宣传还是要拜托你啊。好的。哎，一鸣。刘院长，李英，你们啊，是这样。这个黎记者呢想采访唐主任，但是唐主任太忙了，约了下一次。哦，对了，黎记者，我记得以前你不是老来院里找叶主任吗？怎么最近也不来了？我跟叶主任不熟，是您记错了吧？是吗？哎呀，可能是找一鸣的女孩太多了，我记混了。吴峰。啊，行了，不跟你开玩笑了。这样，我先去处理点事，你帮我送送记者。宣传的事，拜托了。哎，好。哎。
叶主任，再见。回来了。回来的刚好，快好了。你在做什么？我们上次在 Amy 家吃的烤鸡，你还记得吗？你说你喜欢吃。今天不太饿。你是不饿，还是吃过了？还是只是不想跟我吃？你到底想说什么？这个家的家具是你跟谁去买的？跟同事去买的。我认识吗？叫什么名字？哪个科室的？你觉得我有义务接受你这样的盘问吗？是你出轨，不是我出轨。我没有在盘问你，而且为什么又提到出轨的事情？不是说好重新开始的吗？但是我从酒店搬回来之后，你就没有好脸色给我看，甚至连一张床都不愿意跟我分享。我只是问几个很简单的问题，你连实话都不愿意告诉我，这样我们要怎么重新开始？你想听实话是吗？不只是一张床，甚至在同一个屋檐下，我都觉得不自在。这样你满意了吗？你去哪里？医院。啊！唐主任，叶主任，谢谢啊。见过李家和了吗？见到了，能不能活下来，就要看他感染控制的怎么样了。他营养差，身子弱，要经历3次大手术，是个挑战。只要能撑到明天就行，营养今后可以再补。不过他现在的情况感染那么严重，没有时间再等了。你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吗？没有啊。还嘴硬？你的情绪都挂在脸上，你自己不知道？哎，叶主任，你怎么还没走？他们都去了。你们先去，我马上就过去。行，那我们先去了，拜拜，拜拜。你还有事啊？那你去忙吧。手术室的几个同事约着一块儿去玩卡丁车，要不然你跟我一起去？哎，咱们要不要来比个赛啊？怎么比啊？按老规矩来呗。第一个过终点的人可以指定任何一个人帮他值一次夜班。你们这儿的人谁能帮我值夜班啊？我还是随便开开吧。重在参与嘛。哎，你们准备好了没啊？好了，好了。那来吧。
点喝，别呛着了。本来可以得第1的，结果得第5，气死我了。哎，他们总玩，一开始让着你的，那最后一局啊才动真格了。那你呢？你得最后1名，这真是实力还是让他们？一半一半吧。最后1名掏钱，总不能让小朋友们掏钱吧？没看出来，叶主任深藏不露。哪像你啊，跟小朋友们斤斤计较的。我哪儿计较？他们犯规了。你还撞我车了呢，那你是不是也犯规了？我那不是故意的。哎，唐主任，你上去吧，我去趟超市。去超市买什么？刚才去超市你怎么不买？啊，刚才我忘了。啊，没事，你上去吧，我走了，拜拜。主任，都准备好了。病人已经进入麻醉状态，可以开始手术了。开始手术。处长，中层领导竞聘名单已经出来了，院内网已经公布了，还有刘副院长的助理通知书，1个小时之后开会。哦，好，我知道了。处长一会儿要开会。真是晦气到家了。那个老女人她都不给我放水。你俩都出了这么些事，难道就一点感情都没有吗？能有什么感情？她比我大6岁。要是个御姐也就算了，你看她整天穿的，跟个老修女似的，一点女人味都没有。我要不是为了竞聘，我都不会跟她见面。所以你是为了竞聘，专门在社交网络上找的她？哎，也不是，就是撞。这不嘛，我聊了好几天，她才肯发照片。我这一看，哎呦，这不医务处处长吗？我想快竞聘了，拉个主攻，算我倒霉。不过你俩要是分手，他利用职权报复你怎么办？你说的有道理哈，凉个茶。对不起，是我配不上你，以后还是朋友。就是他掉进胃里了。可以了，剩下你们来吧。好，细致一点啊。知道了，主任。唐主任辛苦了。你也辛苦了，叶主任。我们再来重申一下这个规则。第一呢，重点是6只动物超过60天存活，那就说明我们的实验基本成功，可以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了，对不对？年年还有小李，你们两个记住啊，从咱们这儿过的这些数据，你们一定要仔细核查，千万不能出任何的纰漏，好不好？给你们买的饭放这儿了。哦。哎，你今天这个衣服不错，看上去比较正常。我们呢，重点在硬件部分，千万。你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字面意思呀，正常。你不是就想说我没有女人味吗？你们这些人都一样。哪些人啊？垃圾人。毛海明，
我就没有见过情商比你更低的。我穿什么衣服用不着你来评价。实话告诉你，要不是因为你有样机，安和医院绝对不会跟你合作。记住，我是医务处长，不是你的保姆。以后想吃什么自己买吧。1到10这些数值都在正常范围内。哦，好的。怎么样，唐主任？主任，都挺平稳的。第1期手术做完了，还不错。要看你感染的情况，才能确定第2期手术什么时候做。好好休息啊，周达。要密切关注感染，还有胸腔内的情况。知道了，主任。好，辛苦。李英，你怎么来了？一鸣哥，我有事想跟你说，是很重要的事儿。好吧。佳宇，快点！你看，你这是干嘛？上次做的烤鸡失败了，所以我今天给 Emily 打了一个 video call， 然后她教我怎么样做这1周的菜，尝尝看，味道是不是你喜欢的？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什么意思？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佳宇，我真的很努力，我很用心的想挽回我们的婚姻。你要怎么样才能从过去走出来呢？我看到你的努力。这既然你从美国那么远飞回来，是来解决我们婚姻的问题，那你就应该拿出你该有的坦诚。我需要知道事实的真相。他是谁？我们2个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在一起多久？只有找到问题的根本，我们才有能力把它解决好，而不是做一桌子丰盛的晚餐。这样解决不了问题。可是那些都过去了，提它做什么呢？不好意思。喂。好，我知道，我马上去。对不起，我马上又要回医院了。可是，我希望你能够坦诚地把事实跟我坦白，而不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制造所谓的惊喜，这样会适得其反。主任，病人现在情况？病人现在是主动脉残端膨出血管瘤，增大的速度非常快。如果晚上不手术，我担心血管瘤会破裂，到时候出血会感染到整个胸腔。不好意思啊，有点事儿来了。叶主任，尽量帮我保心跳，病人现在身体太弱，所以我担心。明白。所以我们眼前必须尽快切除血管瘤，然后尽量第2期的手术能够提前。今天晚上这场手术是最难熬的。明白。那我们开始手术了。汤主任，手术成功了吗？还算挺顺利的，感染的部位还有破损的食道已经切除了。恢复的情况要看明天。对。详细的情况周医生会给你讲。谢谢唐主任，谢谢你，不客气，谢谢你。李太太，您放心好了，
李先生的人造血管我们已经给安置好了。我今天已经很累了，有什么话回去再说吧。那个女孩叫于梦，是我大学的学生，挺仰慕我。我们一块儿看过画展，喝过咖啡。我真的没有想过事情后来会演变成这样。那天就是看完画展之后，我们去了酒吧，喝了2杯酒。他说他喜欢我，然后我没有把持住。但是我不是因为喝醉了，我很清楚，我确实就是因为寂寞，因为你总是不在。我之前没说，是因为害怕，我害怕你不原谅我。我说完了，我能问你个问题吗？什么问题？那天你在门外，你没有进来，为什么？我怕我进去之后，今后没有办法再面对你。这件事情是我错了，对不起。可我们不只是夫妻，我们也是家人。我们现在要挽救的，不只是婚姻，还有我们的家庭。人已经醒了，插管也拔了，虽然现在很虚弱，但是你放心，已经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候。像他这样的身体啊，1天2个大手术，真的算是很能扛了。我们这些医生都很佩服他。哦，对了，我给周医生打个视频，让你看看李家和的情况。好，接通了。嘉禾，嘉禾，嘉禾，你怎么样了呀？嘉禾，李太太，您别着急啊，那个我听一下李先生说什么，我转述给您，啊。哦，好嘞。李太太啊，李先生说了，儿子在家等他，您也在这儿陪他，他哪儿都不去，您放心啊。嘉禾，你要好好的呀，你一定要挺过来。我们不只是夫妻，我们还是家人。所以我们现在要挽救的，不只是婚姻，还有我们的家庭。喂，是我。沙发床送到了吗？如果没有送到，就别让他送了。今天你回卧室吧。你看，那个就是你。都这么小，
哎，明明，你带我来这里干嘛？那个，杨瑞，我年假批下来了。但是我最近不能休。如果不是因为我，就不会这么快的找到李小琴，她也不会死。我心里一直很内疚，这是她的孩子，我觉得我应该多关照一下。况且这个孩子刚做完手术不到1周，情况也不是很稳定。如果我每天来上班的话，才能每天来看看他，这样我也放心一点。吴明明，你为什么总是把工作摆在我和你之前啊？我受够了，我们分手吧。哎，刚下班啊？对，走。我们刚去了趟超市，